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珍杰西卡这个频道。前一阵呢，我分享了搬进新家之后一些硬装还有家具的一些心得。那么今天就轮到一些小东西先从我的 living room 开始说起分享4个我每天都离开不了的实用好物，而且颜值都非常高。包括我每天都会用的鼠标脚垫还有和绿植相关的一切，都是咨询度很高的问题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老规矩，所有能够买到的单品链接呢，都会放到 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大家可以一键购买。我是小珍杰西卡，记得订阅这个频道，也请大家多多点赞和留言。那我们就开始了。作为一个工作狂来讲我的生活中电脑是绝对离开不了的。那相应配套的呢，就是我的鼠标了。我之前呢，最早是买苹果配套的鼠标嘛，因为我自己是苹果电脑，但是发现真的很一般，不怎么好用。后来呢，我为了贪图便宜，我还买过2个苹果鼠标的平替版，那就更不好用了。所以因为我经常写字嘛，我就在想，不用鼠标也无所谓啦。其实苹果电脑的这个板是非常舒服的，算了。但是呢，我从去年开始因为转型要做 YouTube， 所以我就开始要学着做视频剪辑。那这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鼠标是相当不容易剪辑视频的。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还是要去买个鼠标呢？正好呢，我就看到了其他的视频博主推荐了一款鼠标，是罗技的 MX Master 3S。我就上美亚看了一下，觉得这个鼠标长得不咋样，怎么这么贵$99，比苹果鼠标还要贵有这么好吗？然后我看了一下评论真的很多好评，而且评分巨高，4.6分哇，真的有这么好吗？$99真的好贵啊！我当时纠结了一下，后来我想，衣服可以少买2件，这种跟工作配套的好的工具不能省钱，所以我就立刻订了一只，哒哒，就是我手上这只。我跟大家讲，我用的第一次用完之后我就不停的在拍桌子为什么我活了40几年才发现有这么好用的鼠标真是相见恨晚太好用了，这$99太值得了。那是这样子，因为我也不是技术控啦，那很多那种细节参数我也不懂，我就不跟大家去背这些数字了，我就单纯讲讲使用感受那这个鼠标呢，大家可以看它就是长得其实有点奇怪的这个鼠标，但是它整体的设计呢，就是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你看我手就这样握上去，就毫不费力，真的是比我用过所有的鼠标的设计都要不费力，完全的适合我的双手，可以说是完美的灵魂伴侣。手指放上去犹如天作之合，这里呢其实是有一点点纹理感的，这样就可以保证你的手呢这样插进去的时候呢，能够更好的掌控这只鼠标，抓控力更好，不容易会 miss 你的 target。整个鼠标设计的这个形状呢，其实是有一点点倾斜的角度所以你这样看会觉得很奇怪。但是呢，正是因为有这个倾斜的角度当你把它平放在桌上，你的手肘就会很舒展自然，非常的舒服。而且呢，这个鼠标非常的灵敏，这个电子滚动呢很精确，速度超快。更重要的是，整个鼠标几乎是静音的，不会有常见那种鼠标会听到那种 click click 的声音，很难听，它是没有任何声音的。在这里呢有一个充电口，一般来讲呢，充一次电可以用2个月，大家能相信吗？而且这个鼠标呢，不仅像我的苹果电脑可以用 ，PC 电脑也可以用，就是怎么可以有这么好用的鼠标？天哪！我相信应该在屏幕前面的很多朋友应该都不知道吧？如果你还没有用过这个鼠标，强烈建议大家去买哪怕你是公司给你配备的鼠标。我觉得都是值得自己花钱去买一个，会极大的提升你工作时候的愉悦度大家不要小看这些工具当你这些工具都是很顺手、得心应手的时候呢，就是会提高你的工作效率的。相信我，这个$99绝对值得。而且因为这种产品质量很好，买一个我是去年买的，我觉得再用个3、5年问题不大吧，这真的很划算快去买！第2个呢，也是我每天用的，大家猜得出来这是什么吗？这是一个脚垫。其实发现这个脚垫的
故事蛮有意思的，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住在 New Jersey， 我有一天呢去他家吃饭哦，就发现他们家很大嘛，在他们的 study 里面呢就有2个这样的脚垫哦，她跟她老公一人一个，我想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这个很舒服啊，你脚踩上去啊，在家里上班的时候，你就整个人都会觉得坐的会更加挺，不会腰酸背痛。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如果你长时间坐着打电脑的时候哦，没多久你的腿脚就会特别的难受，而且呢，这个难受呢就会慢慢影响到你的背部，就腰酸背痛，有没有这种感觉啊？这是因为很多时候呢，你的椅子和你的桌子之间的高度是不匹配的，再加上你的身高，就很难能够达到一个平衡。那以前呢，我在办公室里面上班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是配备了那种可以让你升降的桌子，所以我觉得难受的时候，我就索性站起来，把这个桌子整个抬升起来，倒也是 OK 的。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我会在我的办公桌下面会垫2个鞋盒，那个时候，然后我上班的时候我就把脚踩上去。但是鞋盒其实不太方便，因为一方面呢，鞋盒还是有点软的，容易踩烂。那另一方面呢，像我现在在家上班的时候，因为不穿鞋嘛，你光脚踩在鞋盒上很难受，所以这个脚垫呢就可以完美解决这个问题。一方面呢，当你坐着打电脑的时候，你脚下呢如果垫上这个东西，你人比较容易坐得直，就不容易腰酸背痛啊。就算你坐的时间再长，你的双腿都不会觉得累哦，真是亲测。那另一方面呢，其实它是有弹性的，它是属于那种又硬又软的，大家懂我意思吧？就是其实是蛮硬的，但是呢，你看它又是有一定的回弹力的，所以呢，无论你是什么样的身高啊、体重，这样踩上去都很舒服，而且它是一个弧度的嘛，所以你怎么踩都很舒服。更重要的是呢，它还可以调节高低。背面呢是有一点点按摩的，你也可以反过来去踩在这一面，然后等于说把你的整个脚都可以伸直。总之，有了它之后，坐着上班就再也不会那么苦恼了，你的双腿就得到了解放，人呢也比较容易坐得直，不会腰酸背痛。我当时其实没有做什么功课啦，我就看我朋友买了什么，我就买了什么牌子。我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好的牌子，大家可以自己到亚马逊上面去做一下功课。我也会把我的这个链接放到YouTube 的描述框里面，喜欢的同学可以自己去买哦。除了我这个黑色以外呢，还有一个米色。米色呢会颜色更加浅一点，更好看，但比较容易脏嘛，所以我还是买了一个黑色，很实用，很实用，39块啊，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好啦，都看到这里了，如果还没有关注小镇杰西卡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说。第3个我每天离不了的神器就是这个电线盒，因为这个电线盒呢我在用啊，里面都是插线板啊，还有很多插头啊、电线，我实在不想拆开来了，所以我就放一张我买的这个商品图，大家懂是什么东西就可以了。这个呢是我去年11月份搬完家之后2个月买的，不贵啊，才19美金。因为呢，我搬进新家之后，我就发现我的客厅的一角靠近沙发这里呢有很多电线，包括我要充电脑的电线啊，还有一些无线网络所需要的电线。然后呢，因为我的插孔又不够多嘛，所以装了一个接线板，就特别的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处理它。我想把它塞在沙发后面，但是塞不了，因为这个电线都很粗嘛，我就很生气。后来呢，也是我一个朋友推荐，他说你可以去买那种白色的像盒子一样，可以把所有的电线都装进去哦。原来真的有这种东西，我就去亚马逊上面看了一下，就直接下单了一个。买回来之后，我就把接线板放进去，然后线呢就从里面再伸出来，哇！这个角落顿时就变得很干净哦，我的这个世界都变清净了。因为大家都知道眼不见为净哦，你每天看不到那些很脏乱差的电线的时候，心情都会变好很多。所以这个神器真的是帮了我一个大忙了。那么说到这里呢，肯定会有朋友会说啊，这个东西不是人人都知道的吗？你怎么会现在才知道呢？
因为我觉得每个人吧都是有自己认知的盲区的，我以前是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我也不需要。那么现在呢，我才有这种需求，那正好做了功课就发现这个神器啊。那我也相信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跟我一样，以前是不知道的。如果你正好在寻找这种类型的单品呢，那我觉得还是蛮好用的，不一定要买跟我同样的产品啊，因为我也是随便在亚马逊上面找的。我相信在宜家啊，或者在淘宝啊什么都会有类似更好的产品的，大家可以多找找看哦。但是这个能够隐藏电线的这种 box 是真的很实用，如果还没有的朋友可以去买。最后呢，就来分享一下我的2盆植物了，也是很多朋友在问的。我上次有个小伙伴到我家来住了几天哦，第一天就问我，这2个植物叫什么名字，我也要回去买。那么第一个，哒哒，就是我身后的这个植物了。如果有经常看我频道的朋友就会发现，我刚刚买的时候还是很矮的一小株，现在已经长了这么高了。那么这一个呢，英文叫做 snake plant， 中文叫做虎皮兰。那这种植物呢，它长得就特别的好看哦，而且你会发现它的叶子上呢是有比较复杂美好的花纹，所以很适合放在室内啊，因为拍照啊或者是日常看到都会觉得心情很好，而且呢它对于光还有水分的要求都不是很高，它不太喜欢很湿润的环境哦，也就是说它宁愿干燥一点也不要去过度的浇水，所以还是蛮好养的，长得也很快。这个呢也是很多北欧风博主很喜欢的植物，大家如果去关注那些北欧博主就会发现人人家里面都有这一盆这个 snake plant。 那下面的这个花盆呢是白色的，其实我并不是很满意哦，之前也有朋友在问哦，我也是亚马逊上面因为急着要买才买了一个，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找到更好看，最好是外面还有一些纹理感的会更好看了，但因为当时我实在是着急要买哦，所以就买了一个白的，至少不出错。如果以后我找到更好看的呢，也会跟大家分享的。那第2盆植物呢，就是这一盆天堂鸟了。它呢就放在我镜子旁边，如果经常看我 OOTD 的朋友呢，也会发现这个天堂鸟的出镜率是极高的。这一棵我买的时间更加的久，也是长得很高了已经，但是这一棵我好像没有养好啊，感觉有部分的叶片都已经发黄，而且有点卷起来了，我要去检讨一下。因为天堂鸟其实相对会更难养一点哦，它对于光照啊还有水分的要求度还是有一点高的。它的特点就是叶片很大，会垂下来一点，所以呢放在镜子旁边呢，正好可以增加一些柔美感哦，所以搭配的还是蛮好的。那至于浇水呢，我觉得一开始我可能没有好好的浇水，要么浇太多，要么浇太少，因为我以前都是用手指把它伸到土壤里面去测试是不是还需要浇水，是不是干燥啊。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你手指伸进去是完全看不出感受不到这个土壤的湿润度，因为很可能它的表层是比较湿润的，但是到内里呢是很干燥的。所以呢我就买了一个神器，这个如果家里面也养植物的朋友呢可以买这个，这个其实也是我随便找的，就叫土壤干湿测试器，我乱说的，就你把它插到土壤，一定要插到底，然后停留个1-2秒钟，它就会显示你现在这个土壤的水分程度是干燥、中等还是过于湿润。所以现在呢，我再也不用把手指给伸到土壤里面，就直接把这个东西直接啪插到土壤底部，就可以知道是不是需要浇水了。如果大家还没有买的朋友呢，强烈推荐买一个这个。那另外呢，天堂鸟呢，我昨天也做了一下功课，发现说最好要在这个大的叶片上面呢喷一点水，但是因为我没有买喷壶嘛，我家里也比较小，我也不想买这些东西，所以我找了一下，我以前 MUJI 买过那种分装的小瓶，这个瓶子不错，所以我昨天就装了一点水，已经喷了一下。我发现今天早上好像树叶确实舒展一点了，我准备过2天再喷喷它的叶片哦。这个没想到这个小喷壶还蛮有用的，现在可以给我用来养植物了。好了，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一共是4个实用高颜值好物。
希望大家喜欢。其实我还有蛮多其他的一些小物可以分享，包括我睡觉时每天都离不开的小工具等等。大家如果要看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也可以讲更多，因为老师好像讲衣服类有点厌烦了吧，大家，那就讲一些生活类吧。大家还想看什么更多的选题呢？也欢迎留言给我吧，我也会尽可能做到有求必应。好了，那么今天分享就到这里啦，我是小珍杰西卡。如果还没有关注这个频道的朋友呢，记得动动手指打开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我随时的更新了。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朋友呢，记得给我点一个赞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喽，拜拜。